也许真的有厂商会因为什么呢？土地产权开发不干净，以及道路太小，不适合做大规模规划，确实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正方觉得说要开发清水，但是呢，正方觉得开发清水这里呢很可惜，就如同正方上面自己讲的是，申论没结束。所以在这里呢，你们论证到好处只有什么？是它交通很便利。目前你们调查到的资料，至少有几家，比如那么富田科技，还有统一集团有想要进入。当然，正方后来三边在咨询交叉的过程当中，还有在提说，如果你想知道到底有哪些产业，可以列给你看。我当然知道你们应该有相关的资料，所以我觉得正方在这里的论证很清楚，就是有需求性，然后呢有可行性，然后呢而且有实际上可以执行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大概正方初步成立。然后呢，反方挑战呢？反方挑战这个就是我真的要苛责一下反方学弟了。反方最开始提出的那个第四期的那个开发计划，我觉得是 OK 的。我先跟正方讲一下，我在这场题目里面，我不接受你们的那个就是反方辩论先中那个想要直接技术击倒 TKO 的那个打法。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你们打够漂亮，我们只要直接讨论清水公寓需不需要实现就好了。至于反方的立场，我觉得看反方那个愿不愿意拿出利益来跟你比较，否则的话，你们去花了大概3个辩士都去不断的去挑战他到底辩论心中，我觉得这个大概我知道你们的辩论规则有点了解，可是在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规则不是决定胜负影响，所以我直接把它略过，请正方稍微了解一下，我不讨论这个部分。那反方呢，我觉得这边可惜的是那个第4期计划，这个我真的特别是反2的学弟是我教过的学生，真的是我要苛责你一下。像这种东西啊，一定是1到4期都先把它摆出来，来看看为什么市政府有1到4期的这样的变化，以及它的变化有没有趋势，才能够拿第4期来跟对方的第1期资料做对抗。那是很明显，这个动作没有出现。那好 ，OK， 那反方就认定说什么呢？说现状的开发就是没有要以清水工业区开发为主。但是我觉得反方在这里不错的东西是什么呢？不错的东西是。反方第一个，他提出均衡发展的概念，虽然我也觉得这提出归提出，真是可惜。这均衡发展的所以呢，要怎么做，就后续打问号了。然后第二个，反方提出了一个最早的判决，就是 OK， 你要在这个地方设置，对不对？你先告诉我实际有需求，当然这个正方要解决。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是不是没有可以其他替代的空间呢？这个正方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论证说这个太平不能用，还有另外一个。看懂是关田的观点，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就是这个是我想的，所以我台中地区的，那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就是好，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虽然提到这2个地区，但是不是没有其他地方的厂商，就是没有其他地方的工业区可以进驻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可惜，在这里的攻防就断掉了。我觉得，当然反方后来有再提出一个谈子工业区要解决违章建筑。但是那是另外一个攻防交叉的论点啊，那当然这边就很可惜，这边断掉了。我觉得反方或正方，但这里我觉得没有双方得分的问题，就是如果双方可以再进一步的告诉我说，那是不是真的台中都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现状的工业区厂商再继续开发呢？这个真的是蛮可惜，就断在这里了。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然后呢，反方再提出在这一个就是值不值得开发的地方，对不对？再往下讨论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地方也是我要骂一下反方，我觉得反方真的很可惜，你们已经把线画出来了，是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开发？那这个时候呢，反方呢有讲到一个东西，这是双方的应该是反3的咨询攻防当中有出现到，就什么呢？就算你要开发清水没有错，我承认正方，当然这个是反方跟正方补证据，就是清水值得开发的理由是清水300多公顷当中有80%是国有土地，换言之征收可能成本是比较低。可是反方也说了，反方说就算如此，你还是要付出赔偿金。这里正方没反驳，在讲的时候我听不懂反方想说什么，为什么？我不太懂什么国有土地征收还要付赔偿金，是指赔偿给国营企业或者是赔偿给国营单位之类的吗？但是这里呢，就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第一个，80%的赔偿金到底给谁不知道；第二个，赔偿金要多少钱不知道。换言之，反方想去攻击正方变动成本这个地方的数量打问号。但是至少好，这点当然是 OK 啦，至少效果还是有啦，还是有讲说，对方需要一点成本，只是这个成本多少，来打
非常漂亮的地方，反方确实把违章工厂的地方击倒了。所以我想，当然正方好像到后段辩士也发现啊，算了，这个违章建筑这一块产水工业区解决掉了 ，TKO 的啦，算了，就不讨论了。所以呢，到后面呢，反方再提出第二个标准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是 OK， 你说要开发清水工业区，可是清水工业区就反方所知，这一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资料稍微 lost 了一下，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提出证据，但是没关系，我假设有，因为这里听反方论述不太像自己瞎掰，就是你开发清水工业区之后，对不对？那问题是清水工业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开发，你开发之后，对不对？因为它的地只有300多公顷，它的地其实不够大，所以对大规模的厂商，可能像日月光，他没有提到日月光，但我可以想象，指的是超级大规模厂商，他可能来这里他不太愿意。第二个什么呢？第二个是对小厂商来说，小厂商来这个地方投资的话，它的投资成本可能会很高。当然，我讲实话，这个投资成本虽然我自己有稍微学过经济，我可以想象小厂商来这里投资成本会很高，但这个投资成本是什么会很高？我觉得对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产业形态的人的裁判来说，可能稍要说明一下，才会达到攻击正方的效果。所以呢，那这场比赛到最后就很单纯啦，就什么呢？就第一个，我觉得反方在攻击正方成本面的方面打问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那在攻击其他替代的地方，对不对？就是那个其他的机林地使用的地方，跟国有地的取得成本这地方的比较。这边呢，因为反方没有提出来，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我感觉还是国有地取得方便，虽然国有地取得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代价多少不知道。所以呢，这里而且然后偏偏我对基林地又是一个这讲实话，我相信只要是裁判，我不知道裁判是不是有感觉，但是我已经出社会很久了，所以我听到基林地我就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一听就知道，因为这样很多新闻嘛，那台北市有个基林地一坪要人家16亿，为什么？因为就差那一块地就可以盖百货公司了，所以我一听到基林地就觉得，这基林地可以靠拍出力，可能相对国有地还比较好处理一点点，所以在成本没有办法击倒，然后呢，在什么呢？在那个比较上不能太明确的质疑对方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还是把论点分数判给了正方。那在这里呢，我要跟反方同学真的，我真的是我不是故意给你们鼓励放马后炮了，而是等一下。你们如果私底下去要我的评论呢，你会发现，好像总分有点差距。这个我真的，这是我个人最后要解释一下，因为我相信没有裁判像我这样搞，所以我要特别跟反方解释。我的观念啊，政策性命题我很像什么呢？我的身份很像那个最后那个立法院长，OK， 本案通过。那我认为呢，立法委员在选择支持哪一个法案的时候，对不对？他的票。我是不能说啊，我觉得正方不错，我1/10给你，我觉得我不能干这个事情。我是支持你，我这张票都投给你了。虽然可能你的法案，我心里面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可能要扣一点分数。可是呢，在给论点分数的时候，我必须要全给。可是大家知道吗？就是那个论点分数如果全给的话，分数就拉开了。可是其实双方的表现实质上差异没有那么大，好不好？那我觉得这个题目真的还算好玩啦，就是双辩士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来跟我讨论，好不好？谢谢双方。谢谢陈正廷学长，接着有请郑浩文学长为我们讲评。大家好，我是比较爱543的裁判，所以你就听我慢慢讲。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NBA 那种的选秀，然后都会每年都有一些超级新的，1年级生、2年级生，他们说干超屌，这个身体素质又好，也有真的无可限量的未来。所以老实说，像我们队伍有一个的比赛，他可以打一打的机会。那当然，今年或去年有一个改变，就是多大3给进。那大3跟大1、大2有什么差别？就是 NBA 的3年级生跟1年级生、2年级生有差别。你都在联盟里面混2年。那些说你是超级新人，说你有多少无可限量未来，你也知道都是谎言的。这时候你要面对的是什么？就是面对这个残酷的联盟，开始要思考我到底要怎么在这个联盟存活下去，我到底要怎么去争夺我个人的抬头，或者是拿到更高的薪水。最好说，对于1年级、2年级生是一种态度，对于3年级生是一种态度。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在骗你，你也知道没有用，你也知道这个现实社会多么残酷。这个辩论圈你要再往上爬，你要再拿杯，你要被得到大家肯定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对你来讲，夸奖没有意义。对
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同样是面对语言，但是写在字上、写在书上的东西，跟我们人嘴巴讲出来的东西是用不同的，不管是措辞还是连接词还是态度。为什么？因为语言它有一个特性是，我讲过去的话，它不会留在空中，没有人会帮我踢字幕。所以当我这个东西我过去就是过去了，可是当你书上的东西，它可以写的比较精确，或是可以写的比较文言，让你去反复的咀嚼，去反复的思考。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就在那边，它不会跑，所以它的这个措辞是很明显的不同的。可是你这份稿很明显就是一样比较书面的稿，那这样在编场上的影响是什么？影响就是当你这个东西是需要我去思考的时候，可是你一开始念到下一句话的时候，我该怎么办？你懂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影响到就是我对于你们论点的接受的程度，你应该是很深入浅出、很难的东西，用很简单、很直白的话讲出来，让裁判比较好去理解、好去接受，这样才是比较有效果的做法。OK， 可是老师，我觉得这场比赛，我觉得开始对你们论点的进度是比较慢的，因为你们一边搞，其实我的理解是要一点时间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在场上双方的都有很严重的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们社团名字比较长，经营什么国际什么事务什么社，那不知道师大社团是选合社吗？选合社 ，OK， 好，那这个当然建颜色啊、演变色啊，这个就很多名字。不过最常听到就是演变色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叫演变色？为什么我们在做的事情不就是辩论吗？那关这跟演有什么屁事？其实辩论它在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在逻辑上的包装、逻辑上的碰撞。你们透过很多比赛，裁判讲评都 focus 在这一块，辩论上这一块，就是你在逻辑上怎么去证明，逻辑上有没有通过，逻辑上有没有得点。那演这个知道要干嘛？其实演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毕竟都是在面对所有的人，面对所有人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让我们的逻辑，我们让我们的东西去让台下能够接受。那这个接受的部分，其实你就要透过一些包装的方式，或者是一些技巧呈现的方式。那我觉得它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叫做你的态度，或是你怎么去呈现你的语感。这就有点像在演戏的时候，你在论述不同的东西。比如说你今天要，就算是演不同的角色，你就必须进入不同的情绪。就算演同个角色，你不同的戏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语调。怎么说？如果你今天是要把你的东西做一个价值性的渲染，你可能你的情绪就要慷慨激昂。如果你今天是要做一个喊话的话，你的语气就要慢，然后要坚定。但是老实说，我觉得你们只有一种语气，你们就是凶。凶这件事情代表什么？凶这件事情不是没有用，可是它比较适合的时间是，比如说他方讲的很扯，而且是严重扭曲我方的时候，我方要为了让台下的裁判注意到我方受委屈了，所以我才会比较凶的态度、比较强悍的态度来告诉大家，其实真的不是这个样子。但它只是一种手段而已，它只是一个技巧而已，它并不是所有的全部，就是一定要凶，或者是如果你直接讲到辩论里面的话。凶比较像是我就是要把你拷爆，有点像打篮球 NBA 1对1对位的时候，我就是要把你吃掉，我就硬干你，懂我那个意思吗？可是不是所有的比赛都适合直接把人家干掉的。基本上，如果你能在逻辑上直接把人家干掉的时候，你不用凶，或者是你就算是很凶的情况下 ，whatever 也不是太重要了，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嘛，懂吗？那可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尤其是讲昆弟，我觉得你的问题很严重，那一轮。对，那其实我觉得你根本没有那么必要那么强硬。老实说，如果你们对于怎么样掌握你的，因为这个你的态度，老实说，如果是掌握得宜，是可以帮你加分，帮助台下人进入那个情绪，进入那个空间，那个比如说你要讲说那个环境有多可怜的时候，你要让他进入那个空间里，加一些你的情绪，加一些你的语调进去，可能是有帮助的。可是当你还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握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劝你们就是掌握一种语调。慢、坚定，把你的话说清楚，这样就够了。那如果你还有余力，或者是你还有其他的发挥的空间的话，你再去思考说，我这一段话，我这个论点，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或者什么样的气势去呈现、去诠释，不然是扣分的。你情绪掌握不得，也是扣分的。尤其是在于你没办法清楚的传达资讯，或阻碍到别人清楚的传达资讯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们咨询通常很凶都是咨询答辩，可是你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你咨询答辩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咨询答辩的目的是要敲爆对方的话，那其实这场比赛你就算不用那么强烈态度，你也会赢。但是老实说，一场大学的比赛，或者是比较更高 level 的比赛，咨询答辩能够敲爆对方的几率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大家逻辑思考都其实差不多了。认真准备比赛的话，你想敲爆根本很难，因为他讲的话基本上都是资料讲的话，或者是
辑里面很完整的话，所以其实资讯答辩一般的比较高 level 的比赛的时候，你目的是什么？你可能是要跟人家达成一些共识，或者是在一些资料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做个确认，到底怎么样的资料才是我们这场比赛要呈现出来的东西，懂吗？是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就不需要，你可以花多更多的时间把他的问题、把他的话讲清楚，把他的脉络去思考清楚，就算把节奏放慢也都无所谓，懂我意思吗？花很多时间跟你们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在这场比赛呈现很严重。那当然不会只有婚礼而已，其他人也都有，只是或多或少。你那一轮就是你在咨询二边学妹的时候比较明显，对，而且尤其人家学妹，这就是男生吃亏的地方。OK， 好，撇开这些都不讲，老实说，回到这场比赛的重点，老实说，学长说这场比赛，他觉得你们都打得不错，可我觉得其实有一些问题，蛮严重的问题。简单来说，我觉得你们都被奥瑞冈比赛教坏了，什么意思？辩论比赛它就是一个游戏，我们在比谁能够拿到论点分数，谁能够拿到更多的个人分数，这点没错。但是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看这件事情的本质是在于去说服，在于去怎么去告诉大家我的东西是好的。那老实说，我觉得你们这场比赛，我会说你们被教坏的原因是哪里？你们两边就开始拿出林佳龙的话，林佳龙说我们这台中市是3D 哦，有人说没有啊，林佳龙说我们是要4期啊，讲的好像林佳龙的话就是我们应该一定要做到的话。为什么？因为这样讲可以帮你们拿到推理，或帮你更好去往下去论述。没错，在论点上这个操作是比较好的，但老实说，我觉得这不是真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撇开辩论，你只是要跟清水当地的居民喊话的话，你告诉你要说服清水当地的居民到底要不要盖的话，你会说什么？你应该告诉他的是我对于你们这一块地方的了解，对你们这块地方的规划，你们这边的人是需要什么，你们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好，那我如果今天是一个清水市的市长，我今天要怎么去？我的愿景是，好，我今天要让大家都赚更多的钱，因为你们真的太穷了，我们大家真的透过跟其他地方比较，我们真的日子不好过。或者说，没有清水这块地方，其实我们有那么多的好山好水、好的环境，我们不应该破坏它，我们应该好好的保护它。或者是，你看我们这边住那么多人，的生活机能很缺乏，我们应该让这边生活机能变得更完善。懂意思吗？这个才是你们对于清水这块地方，你们的愿景规划，你们想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什么样？老实说，我觉得这才是这个题目的重点，或者是这个东西如果出来了，你才有办法告诉我说，因为我们想要达到的愿景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去完成这个愿景，懂吗？但是你们今天老实说，对于这一块愿景的地方的呈现是极其弱的，而且都是套用林佳龙的话，看林佳龙算我他。这跟我这个政治立场无关。或者说撇开来，你们都知道，是你随便拿一个很屌的人出来说的话有意义吗？重点还是说，今天老师我觉得你们对于这2个字“清水”这个地方的琢磨是非常低的。今天这场比赛你把清水拿掉，其实我觉得不太会有什么影响，懂吗？为什么？因为清水当地的特色，你们说3D是台中是3D，清水的薪水有特别低吗？不知道。你们说清水人变多了，变多，生活机能哪里不好？不知道。插一个工业区，插在哪里？懂吗？这就是你们今天提出来一件事情，叫做你们想要达到均衡。老实说，我觉得“均衡”这个字超诡异的。你们拿一个形容词来当判准。简单来讲，我觉得饮食要很均衡。今天在所有这边人，我们讲饮食均衡，自己来写一篇作文，有人会写的一模一样吗？大家对于均衡的想法绝对都是不一样的。那你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生活机能想要变得更健全，这样会比较好具体想象，比较好具观。或者说，如果你要把这边跟清水的居民画上连接，像你前面讲，我这边给你分数其实还不错。怎么讲？就是其实我一个清水当地的居民，好不容易搬来这边，我薪水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才搬离台中市。那台中市生活机能健全很多，那清水这个生活机能不是那么健全。那老实说，我需要的是什么？我不是没有工作才搬来清水，我一定是有办法赚的钱嘛，可能是通勤嘛，或者是等等的。好，那就算不是这样子好了，我今天搬来清水。我会希望我家隔壁就开一间工厂吗？老实说，如果你就是把那个画面想象出来，工厂要开始开工，会有很多的噪音，甚至还可能造成一些工业上的污染。我会希望我住在这样的地方吗？你有没有顾虑过当地居民的感受？然后再套到你们后面讲的那些人，他今天在那边盖工厂，真的就是当地人可以增加他的工作机会吗？有没有可能他是从别的地方来？有没有可能是请外劳？或者是你随便盖一个宿舍，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人要来这边住？其实都可以嘛。懂我意思吗？老实说，我觉得这比较大的问题。好，那回过头来看正方的地方，我觉得正方今天你们除了你们开始那个3D 那个东西很弱，就是你们在于你们的
老实说，就是扣这一件事情叫做钱，但是是不是台中市真的这么缺钱？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好像把这个学当第一个推定，但老实说，如果真的是清水这个地方很缺钱的话，你们东西才会变得更重要，或者是台中的经济繁荣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们东西才会变得更重要。不然你们好像很直观的就认为是有钱就是一件好事。好，撇开这些不谈，老实说这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接下来往下打的话，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多做一点琢磨。撇开这些地方不谈，你们今天告诉我有两个需要性，你们的需要性其实一个东西就是台商回流需要地方去盖，第二个东西叫做非法的工厂想要有个地方可以去盖，这是你们两个最主要想要之所以要盖清水工业区的原因。好，就算这两个地方这两个东西好了，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很严重的问题，非清水不可吗？台商回流，你当然有举出数据说很多人都想要去清水啦，但是他难道不能去别的地方吗？如果今天不是在清水盖，我在彰化盖，我在榆林盖，我在别的地方盖，到底有什么不同？讲回过来，它到底跟清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在清水不可？这个东西就有点感觉像是你要去说服大家来你的店吃饭，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地方讲出一些特别嘛，不然你知道今天要吃什么？随便啊，吃这家好不好？好啊，吃这个好不好？好啊，你稍微就给我这种感觉。那你今天辩论比赛，你在说服别人呢？你觉得这种感觉能行吗？你一定要讲成是说，今天清水，因为它这个地方有很大的特色，当然你前面讲的东西不错，就是它的这个交通位置好。可是交通位置好这件事情的后面，第一个是后面没有琢磨，第二个是你的呈现方式，你就只说交通位置好，这东西其实你可以更具观的来讲说，其实它离，比如说它离台中港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这个10分钟的路程其实很近的，有助于它对于成本上的减少。那这个成本上的减少可以对它这个产业带来多大的帮助？等等的，像这样的方式来呈现说这个优点、这个好处、这个清水这个地方的特别，非在清水这个地方不可，这样你的论点才会强。不然老实说，就是随便这个地方盖，都跟你们的论述都可以搭得起来啊，懂我意思吗？台商回流，好，我们台湾随便找地方给他盖，非法工厂，好啊，他们就说啊，去别的地方盖就好，这些问题，懂我意思吗？所以怎么把你们的论点呈现得更好？我觉得你们今天的问题是在这边。好，那再回过头来还是讲到反方，老实说，我觉得你们今天反方，就像我刚刚讲的地方一样，是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在对于这个一开始是我觉得你们论点设计的问题。你们太希望去抢推定这个东西了，可是老实说这场比赛的推定其实不是这么重要，应该是就是说你今天要赢，你推定也只有0.5分而已啦，1分0.5分，你要赢要只差0.5分，只差1分，我觉得很难啊。我觉得你应该放更开，就是说就算是你要拿推定，你也要对他说为什么你的推定是有道理，为什么大家的这个生活环境变好是有道理，是需要是必要的，这一块你们完全没讲，你们就一副感觉就是一副大拉头啊，我就有推定啊，他的计划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老实说，你们今天场上对于那个推定，对于他这个计划是不是现有计划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太重要的重点。当然，老实说我是有让你们过啦，虽然他们后面的质疑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可是老实说我觉得无关紧要，所以过其实我觉得都是小事。我觉得今天的重点还是一样，就算你们要拿推定也好，你们还是要有上面的价值，说我们想要变成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环境，懂我意思吗？好，那今天场上的交锋的细节，我觉得没有必要讲太细，因为我觉得你们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你们的都是很单纯的针对论点本能性的撕咬，本能性的问问题。这个论点对于你们架构的整体的影响有什么影响，或是不是真的是重点？我觉得你们未必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你们自己问完问题有没有下小节，或是后面有没有去收针对问题去收，我觉得都是很难讲的。我觉得比较惊艳的一轮咨询答辩，我觉得是永成在咨询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学弟可能经验比较不足，所以有点被你吃豆腐。但是我觉得除了那一轮以外，你没有什么特别想交代的仔细的交锋，或者是影响论点的交锋，我觉得不是真的有太多。所以如果真的对于细节交锋有问题，会拿来底下问我。那至于整场比赛的分数，我一分判给正方，因为老实说，我觉得就算你们证明好真的有点钱，好5千工作机会，可是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你一直没有讲出来，所以我分数没有给的太多。就好啦，你们好像有点利益，但真的很严重啊，很需要吗？没有啊，然后就给你一点分数，好像有点好处，这种感觉。对，那对于反方，我觉得你们论点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就是均衡这个字是不是适合当判准，或者是你们怎么样去呈现说你们对于这个东西的规划或整体的想象？我觉得大概这样子，有问题我们解答。谢谢正浩文学
之前我要先跟反方说，适当算是卖给自己人啦。那我每次都会主动历史啦。那这场比赛就是我确认过，就是对你们没有 care 的部分。那我相信这部分应该不会影响我对这场比赛判准的公正性。可是如果你们觉得有的话，私下可以来找我，我要表达是这个。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双方都打得不够好。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正反双方各一个啦。反方的问题是，我觉得你们的立场跟现词啊，其实从头到尾都在变动。对我来说，从头到尾都在变动。那对正方来说，我觉得你们的问题是，你们一直跟着反方的变动在攻防。就是我觉得正反双方的差异跟反方到底要干嘛，我觉得其实过程当中是理不清楚的。那以下我要讲几个跟辩论观念有关的问题。那我觉得辩论观念每个人学的可能因着自己的背景跟经历会有不一样。那以下是我的见解，供大家不要说参考了，供大家见证。可是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再来台下问。第一个是啊，我觉得正方错失了检证反方到底有没有合体性疑虑的时机，就是在比赛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一手指是要吃的，因为我一直到比赛的最后一轮质询以前啊，我都还是想要问正方、反方说，请问在你的世界底下，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做清水工业区的地方啊？那如果你的世界底下还是有一个叫做清水工业区的地方，以你们之前的遣词用字来说啦，叫做它被包裹处理在某个产业园区里面啊。那既然你还有清水工业园区这个地方在的话，那当然和正方命题啊，你懂我意思吗？那如果反方和正方命题，那可是反方还有所谓的产业园区，那你可以进一步问他说，那你除了清水工业园区以外做的事情，正方能不能跟？正方跟了以后还是合体吧，还是有证明清水工业园区存在的必要吧？那反方做的其他事情，正方能不能跟？能跟。跟了之后，那正反方的差异问什么？问反方。那如果正反方没有差异的话，那反方恰恰就是合体。我觉得你们错失了处理这一块的关键。那如果啦，反方的说法是，它同样保有一个叫做清水工业园区的名字的地方，只是它用来做的事情跟正方做的不一样。你们做的是发展什么？对不起，我忘了是轻工业或中小企业，让它技术化。anyway， 那对反方来说，他希望发展所谓的低密度园区，好，可是名字叫做清水工业区哦。那正方可不可以问反方说，那我现在的这个清水工业区啊，我要做跟你完全一模一样的事情，可是我的名字依旧叫做清水工业区哦，我有合体吗？我合体耶，你正方还是合体，懂我意思吗？你还是证明了要设立清水工业区，只是你认同了反方的需求，你只是用不同的需求重新包装，跟反方一样用不同的需求重新包装了清水工业区而已。正方命题还是得证啊，那正反双方的差异就更加没有，懂我意思吗？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很大的可以挑战反方合体性的空间，可是我觉得在场上实际上面是没有被掌握住的。那我说这个并不是要说你们今天论点设计是合体，我觉得这个我会觉得有合体性的疑虑来自于你们在遣词用字上面的非常不一致、跟不确定、跟反复调动。我一直到最后一轮质询，我才非常确定 ，OK， 反方世界底下是没有一个叫做清水工业园区的地方。可是我又觉得，其实你们其实态度像是那个地区依旧叫做清水工业园区啦，只是它现在是拿来就是不开发的清水工业区，它就是拿来让当地种稻继续种稻，农耕继续农耕。我的感觉依旧像是这样，就在遣词用字上面是不精准。那我觉得你们